体里灰尘不了视线，麻木着熟悉的气息正在蔓延。无所谓的脸一成也不变，仿佛生活出现了缺，绝不会从前。刹那间，一切变得很荒野，伤痛划过指尖，来不及耶。一转眼之间，我已无法改变，好像是手脚绑了线，却视而不见，寻找平衡点。我不要人生只剩下庸俗的纪念，需要平衡点。给我点空间可以宣泄，给我点时间找回从前，不相信再失去知觉。嘴角挂着熟悉却麻木的气息在蔓延，无谓的脸，表情一成不变，心推手不前，心走得比时间快，开始看未来，仿佛所谓爱情都是因为寂寞在作怪。空气里会沉溺，中模糊了视线，仿佛连呼吸都快窒息，带点腐坏的感觉，我只想逃离这个压抑的世界，希望有一天让我找回平衡点。怎么会这样？跟马特砸的一模一样哎！主厨是谁？查清楚了没有？说出来吓你们一跳啊！是文杰。那个神经病的，可能吗？我也没有眼花，也没有近视，我不可能看错的吗？正宗快乐愉悦的大厨就是文杰哦。我看他在那边，我还以为他是打杂的嘞，没想到他是大厨啊！我知道了，原来他发神经是假的，当奸细才是真的。他是要来这里啊学马德的功夫。怪不得他愿意住在 store room 里面，原来是要偷学老板娘的酱料秘方啊！妈的，亏我对他这么好嘞！他烧了我的马票，我都没有跟他算账，没想到他这样对我们呐！回来了，哎，都到齐了，那训练课程可以开始了。对不起啊，今天顾客很多，所以回来迟了。你不要假惺惺了，你都知道了对吗？大姐，你干嘛？他大哥在对面当主厨，炸出跟马德一模一样的炸鱼。这怎么可能？不信你试试看。这味道跟大妈炸的鱼一样啊！这就是文杰炸出来的哦。知道大哥找的鬼，以前那边当奸细、偷秘方这些你都知道了对吗？嘉熙，阿娇可能不知道嘞。你看他样子，像会不知道吗？大姐，你先别生气。阿娇，你知不知道这件事？我知道我狗在隔壁打工，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他当厨师还会炸鱼的。你骗谁呀？我看你早就跟他串通好了。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啊？你是不是早就知道？我不知道啊。你跟佳倩啊，说不定早就想投靠他们了。我没有。还说没有？我告诉你，你们个个我都不相信啊，个个狼心狗肺的。大姐，我相信家福和阿娇不会做出对不起快乐鱼的事。雅喜，到现在你还相信他们？照我看啊，你要尽早把他们赶走啊，要不然后患无穷的。你说什么啊？叫我说把你们全部赶走！大姐，你不要意气用事。家福、佳倩和阿娇都是快乐鱼的一份子，我们需要他们。雅喜，这件事让我来处理好吗？好，那你说你要怎么做？你们不要怪大姐这么生气，因为这实在太意外了。正当我们想尽办法研究秘方时，他们已经可以炸出媲美快乐鱼的炸鱼了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二嫂，你放心，我会把事情搞清楚，我也会查个水落石出的。为什么这件事情你都没有告诉我？你说啊，为什么没有告诉我？为什么你哥哥会在那边出现？难道他真的是奸细来这里偷师啊？我哥不会这么做的。那他在那里当厨师，你又怎么解释呢？我相信他也不想的。不想，那就是有人逼他喽。谁敢逼他？
你根本就是在说谎嘛！我没有。那到底是谁敢逼他？那你哥哥神经有问题，谁敢逼他？他会发疯的，谁还敢逼他呢？你们在说我高可不可以啊？那你告诉我，为什么他会？明知故问。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高就听谁的话。我知道他不愿意的，他真的不愿意的。喂，你去哪里？谢谢啊，怎么样？这炸鱼的味道还可以吧？你们炸鱼很好吃，跟对面的快乐鱼的味道一样好。当然了，我们可是正宗快乐鱼啊！快乐鱼是我父亲传下来的。对呀，他的父亲呢就是我的家翁。那就难怪咯。慢走啊！谢谢啊，谢谢光临。家福，海参啊，家福来看我们啦。家福，我不是来看你们的，我来看你们玩什么把戏。你怎么这么说你？家福啊，你真的跟他瞒背为先啊？你怎么这么无耻呢？家福，你不要乱说话，她是你姐姐啊。姐姐又怎么样？每次大姐在针对你的时候，我一直在帮你说好话，没想到大姐说的话都是真的，你真的是吃里扒外，出卖自己人啊！随便你怎么说，反正我觉得我自己问心无愧啊。问心无愧？你敢说你问心无愧？他们敢挂出正宗快乐鱼的招牌，把大妈活活的气死。如果不是这些人的话，大妈又怎么会死得不瞑目呢？你还帮着他们，还敢说你问心无愧？家福，不关嘉倩的事的。罗太出事那天，嘉倩根本都不在的。那你在这里了，你亲眼看到大妈怎么出事的？她是被你们逼的，你说，说。家福够了。你们是亲姐弟，千万不要伤了和气啊！家福，那天你大妈的确是在这里发生事情，但是那不是我们所想看到的。还有，嘉倩是你姐姐，也不是你所讲的那种吃里扒外。相反的，接下来快乐鱼还要靠它发扬光大。对呀对呀，你等着看吧。如果对面没有佳倩的话呢，他们肯定做不下去的。所以以后啊，快乐鱼啊，是我们来发扬光大。不管是快乐鱼还是正宗快乐鱼，以后都是一家了。你想要独占快乐鱼啊？不行吗？家福，嘉倩跟你都是快乐鱼的后代，快乐鱼本来就应该传给像嘉倩这么有本事的后人，而不是那些窝囊废，那才会后继有人，那才会让快乐鱼发扬光大。我不准你这么做！家福，你不要傻了，难道你看不出来吗？大姐他们暗中的你咬我，我咬你。如果我们不采取主动的话，我们最后分到什么？什么都没有啊！可能连一根骨头他们也不会分给我们的。对了，家福，佳倩就聪明了，你要好好跟你姐姐学学啊。我不学，大妈把我养大，她对我有恩，我不会恩将仇报。家福，你要搞清楚你是谁的孩子啊！我是你妈。我不会让你们得逞的。家福，她真是中了那个烂女人的降头。佳倩啊，你要劝劝她，做人啊不要这么笨啊。她就是这个脾气，说也说不通，我也拿她没办法。嘉倩，你要小心家福把这件事说出去，要不然那些人会对付你的。怕什么？现在是他们需要我，不是我需要他们，大不了大家一拍两散啊。文姐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很脏，我很将仇报，我很脏。文姐，不要洗，不要洗了！我真的很脏啊！我很将仇报，我就去洗洗。不要啊！你的脸一点都不肮脏啊！我很将仇报，我很将仇报啊！你不要听家福胡说八道了，谁恩将仇报了？是我恩将仇报的。罗太对我那么好，嘉庆兄妹对我那么好，我出现对他们，那就是恩将仇报了。文杰，不是你没有啊，是我叫你帮我的，你没有对不起任何人，你也没有做错任何事，你明白吗？文杰，我不想看到你这个样子，我真的不想看到你这个样子。对不起啊。你不用说对不起的，如果你觉得不安的话，那你不要做了，我马上跟舅舅说，叫他另做安排啊。什么？文姐，你想做的？舅舅啊，文杰压力很大，你让他休息一下吧。你让我跟他谈谈。舅舅啊，放心吧，不会有事的。你出去休息。
文姐，我知道你很为佳倩着想，其实我们都是啊。开这间店不是为了我们，而是为了佳倩。你也知道的，她从小脚就不好的，我们都希望她能够有一番自己的事业，将来日子可以过得好一点。你在这里工作也不是为我们，也是为了佳倩。如果你今天不做了，佳倩会很可怜的。她妈妈的性格你是知道的，万一她发起脾气来，说不定就不让你跟佳倩在一起了。不，我要跟佳倩在一起，我要跟佳倩在一起的。那你还想做不做？我做。那才对嘛！一对小情人本来就应该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的。你好好的做下去，别人的闲言闲语当他们是在放屁好了。阿娇，准备晚餐要不要我帮忙？不用了，二姐。哎，对了，你要的面膜等一下拿给你。哈，我要的面膜你买了？哎，多少钱？我还你。不用了，我送给你的。那谢谢你了，阿娇，我就不客气了。哎，改天我请你吃饭啊。李亚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在做 mango salad 给你吃。啊？应该可以了，试试看。怎么样？酸了，不过蛮好吃的啦。好吃的。阿娇，来，你也试一试。蛮不错的。不错哎。老婆。我觉得这比以前我们在高级泰国餐厅吃的还好吃啊。哎呀，哪有那么夸张？这个芒果是要姐夫打下来的，味道当然更好了。是啊，那这证明用这个力气赚来的东西特别珍贵了。老婆，这给了我一个启示。启示？一粒芒果能够给你什么启示？这个启示就是，我既然能打下一个芒果，我就能做其他东西。你不知道，要打一个芒果很不简单啊，树那么高，芒果那么小，没好的一点眼力跟手力啊，要打下芒果很不容易的。所以啊，如果把打芒果的精神放在其他事，那也会成功的哈。你终于想通了，这叫做顿悟。哎呀，我们这家人终于见到曙光了。哎，那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做？接下来还没想到。哈？你只是顿悟到一点点，不是悟到全部的。暂时罢了啊。Oh my god！ 哎，兰娜跟 Patrick 呢？回来了没有啊？兰娜说去 CCA，Patrick 跟温温去补习。你看这里的汽水一个才4毛半呢，那不是比我们上次买的还便宜1毛钱？这样我们就可以多赚了1毛钱了。咖啡店里一罐汽水卖2块，那他们不是赚了7毛半？还不止呢，批发价肯定比4毛半还便宜。哇，那他们不是赚了很多钱？那也不能这么说啊，他们有其他成本要算进去的，比如说人工啊、租金啊、水电费的。好像也拿得那么辛苦啊，要花时间来买，这啊就是你的劳力成本。你以合理的价钱呢卖给同学，赚取合理的利润，这啊就是你应得的。我啊作为你的营业顾问啊，你付钱给我啊，那也是我应得的。我知道了，这就是做生意。对了，走吧。我爹地说，我太公以前是塑胶大王，我公公是虾米大王，我爹地是摇脚大王。轮到我，我一定要做生意大王。我要赚多少钱？我要赚多少钱？对，赚多少钱？不对，这个味道比刚才还差。怎么会这样的啊？到底错在哪里呀？明明刚才用。大哥，吃饭了。啊，这么晚了，吃饭了？大哥，大姐跟二嫂在里面吗？你也好意思睡觉啊？哎呀，没有用的啦，马德的秘方哪有这么容易就研究出来的？你什么都没有帮忙，就不要在那边说风凉话。我哪里有说风凉话？
那马德的秘方如果这么容易就研究出来，就不叫秘方了。照你那么说，我们什么都不用做，在那边等死好了。你说什么？大哥，吃饭吧。我给他吃饭喽。丫头，这是你煮的，不错嘞。整天啊，只会饭来开口，什么都不做，除了吃饭就会看马经。我看马经关你什么事？哎，我可是你大哥嘞，不要跟我大小声哦。龙哥啊，佳琪这么说也是为你好吗？你要振作起来吗？马屁精，你拍什么马屁？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想追佳琪哈。怎么？你以为追到佳琪就可以成为快乐鱼的老板呐？你不要欺负我不勒不勒嘞！喂，你干什么？大家都是为了快乐鱼吗？好了，你们不要再吵了。妈在世的时候一直要我们团结的。筷子的故事你们也听过吧？一只筷子容易折断，1把筷子要折断就难了。现在我们一定要像1把筷子一样聚在一起，这样就不容易被人家折断了。你们明白吗 ？Sorry 咯，那最多我不说话，我吃饭哦。佳倩姐，吃饭了。我不吃了。佳倩，听大姐说你身体不舒服，你有没有看医生啊？啊。哎，佳倩啊，刚才我们在研究做姜老的秘方，搞来搞去搞不通啊。等一下你帮忙看一看好不好？我都不会，看了也没用。我头很痛啊，先上去休息。我有件事想跟大家说，我已经辞掉我剧团的工作了。从明天开始，我会把我全部的心思放在快乐鱼上。喂，你搞什么鬼？我要帮真正的快乐鱼打败对面假的快乐鱼。你怎么突然转性了？大姐，请你不要怀疑我的诚意，我是全心全力的帮你跟二嫂。可是你能做什么？大姐，我是实话实说啊，他能干什么？妈的在世的时候，他一出现啊，不是吃东西就是拿钱。我真的想不出他能做些什么。就是咯，哎，他这个人哦，越帮越忙的嘞。你看，人家都不领情了。你不要看扁我啊，老大，不用3天我就可以把这边摸得一清二楚，保证胜过你在这边10年了。哇，讲得这样厉害，我可以让你去摸咯，看你能够摸出什么来咯。我看你还是回去演戏，不要来这里捣乱啊。二嫂，我是真的很有诚意的想要帮你们。我承认很多事情我都不懂，可是我可以从头学啊。以我的聪明才智，我相信我很快就可以上手的。我只想知道，你为什么会突然做出这样的决定？在我的印象中，搞舞台剧才是你的生命啊。是没有错，可是为了快乐鱼，我可以暂时跟他告别啊。我要向大家证明，我不是快乐鱼的叛徒，我也要报答大妈对我的养育之恩。笨蛋！大姐，既然家父有这样的决心，雅喜，你又不是不知道他的为人，他平时啊闯祸多过吃饭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做事情啊从来不会思前想后的。你看他为了要娶阿娇，竟然可以骗大家说他搞大阿娇的肚子。什么？哎，如果阿娇的肚子是假的，那为什么会流产？我都说他骗人的喽。大姐，过去的事不要再提了。对啊，你现在是不是要跟我算陈年旧账啊？你跟我算，我也跟你算，算来算去，你要算到什么时候？他不跟你算，我跟你算哦。我就知道你死了诡计才娶到阿娇的。为什么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啊，老大？如果他不爱我的话，就算我使什么诡计，他也不肯嫁给我的。你不信，你可以自己问他。换作是你，他会嫁给你吗？好了，你们两个不要再吵了。大哥。总而言之，从明天开始，我就在快乐鱼这边上班。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，没有人逼你啊。我每个月只能给你800块钱。我没问题，我这个人就是个优点，一向视钱财如粪土。人只要每天吃几口饭，夹几根菜，就能够维持生命。要这么多钱干什么？面膜啊，哎，顺便帮我敷一敷好不好？老婆，哎
哎呦，你干什么？吓死人了！你想什么想到这么入神啊？没什么啦。我问你啊，能不能帮我敷面膜？最近啊，我觉得皮肤很干燥。想起以前啊，我1个星期去2次 SPA，SPA 了之后就来个全身按摩。那时候的我啊，肌肉结实，皮肤光滑的，不像现在，皮肤干巴巴，肌肉软趴趴的。哎呀，没有那么夸张啦，是你自己心理作用吧？是真的。哎呀，最近也不懂怎么搞的，我觉得自己好像老了10岁。哎，你看看，白发都出了几个了呢？你讲到你自己那么可怜，不帮你敷面膜都不行了，赶快去洗个脸。哎，敷完面膜再洗脸哈。哎呀，敷面膜又干净又有营养，你把它洗掉不是浪费吗？敷面膜之前一定要把脸洗得干干净净的 ，OK？OK， 专家，马上洗，拜拜。迪亚，我明天要去 Bangkok 一趟。去 Bangkok 干嘛？哎呀，你也知道我的临时工作今天结束了，接下来的日子工作又没有着落，现在这个家又是大姐在当家，她跟我又是死对头，我看这个家我们待不久的，她一定会把我们赶出去的，我们还是早点为接下来的日子做好打算。我想去 Bangkok 看看有什么机会。可是 Bangkok 那边有机会吗？啊？哎呀，我不是跟我说过有一个年轻人去了意大利引进铝制水壶，结果发了一笔财吗？那以你我的年龄，不要说找工作不容易了，即使找到工作，也未必能够跟这些年轻人竞争的。所以我想去 Bangkok 看看有什么商机。那 Bangkok 那里花样又多又便宜啊，很多人每个礼拜都过去那里办货，拿过来这里卖的。好吧，那明天我陪你一块去啊。哈，你要跟我去啊？哎呀，不要啦！你多一个人去的话，又多一张机票，又多一份钱，哎，能省则省嘛哈。我先过去看看有什么商机，然后呢，我回来再跟你好好商量 ，OK？ 好吧，那我留在这里，同时也留意一下，OK， OK 哈，现在你不要讲话了哈，你知不知道？你老婆要去陪别的男人呢。希望这次能成功。好像可以了。这是老板娘做的，这是我们做的了。试一试吧。来。不行了，我已经精疲力尽了。都快12点了，你们先回去吧。你回去吧，我们来收拾。还是由我来吧。不了，我想多留一会儿。你肚子还有个小的，不要累坏了，回去吧。哎，我看还是别回去了，半夜开车很危险的。今晚你就睡在楼上，我把床让给你。那我先把资料打进电脑。William，你饿不饿？要不要在楼上吃个杯面再走？好啊。你这次啊，一定要帮我把店搞好，输了不能输给对面，更不能输给林学志。好。他现在有那个女人帮忙，生意越来越不错。听说啊，他现在除了推销正规以外，还代理什么有机食品的生意。我呢，无论如何一定要争一口气，不能给他看扁的。对啊。我这个人啊，这辈子还没做过一件成功的事。跟学子搞工厂搞到失败，跟朋友搞婚纱店，搞得给人家踢出来，做保险又做不起，卖童装亏大本，还要连累你跟雅喜。马德这次把快乐鱼交给我，不管是为他还是为了我自己，都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要不然，我就去死！不，你千万不能去死！我宁愿死的人是我，我愿意为你粉身碎骨。你是不是喜欢我啊？啊？
喜欢就说喜欢，干嘛吞吞吐吐呢？只是哦，自从你第一次请我吃八臭米开始哦，我就偷偷喜欢上你了。咦，肉麻死了！你干嘛在这里啊？我上厕所。我们到外面去吃吧。哦。吃啊。哦。你这样说啊，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。你都那么明显了，如果我说我不知道的话，那不是白痴吗？那你？老实说，我跟学志离婚以后，已经不想再结婚了。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呢，说好听一点就是有性格，可是说的难听一点啊，就是一点都不可爱。不，你真的很可爱。你真的很可爱的，你又漂亮又大方又豪爽，其实哦，你是我心目中的偶像啊。你暗恋我，当然觉得我样样都好啦。可是当你真的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啊，就会叫苦连天，到时后悔都来不及。我不想害你呀。你的年纪虽然大了一点，但是男人还不到50岁，要结婚是不难的。况且你的条件又不差，是吗？所以你不要再把时间浪费在我身上了。不，其实我对你哦是一心。啊？我是说，其实我对你是一心一。哎，你干什么啊？男子汉说话吞吞吐吐的，你是不是要告诉我，你对我一心一意？是。其实我现在什么都不想，你呢，也不要胡思乱想了，就专心帮我把店搞好。一句话，如果快乐鱼成功的话，也许我们还有机会。如果快乐鱼失败，不，快乐鱼不会失败的，快乐鱼一定会成功的，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很出色的老板娘的。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门都没有，我不会让你达到目的的。到底是哪里出了差错呢？哎，二嫂还没回去啊？我不累。怎么样？研究有没有结果？味道都不对。我帮你。不用了，很晚了，去睡吧。你是门外汉啊，总需要有个帮手帮你吧？说自己好像很行一样。我是门外汉，那你是什么？门内汉啊？你不要忘记了哦，我从小是吃炸鱼长大的，我不会炸总会秀吧？你真是吓我一跳。为什么？当舞台剧演员不是你追求的理想吗？怎么突然说放弃呀？你不后悔啊？没有国哪里有家，没有家哪里有国。当国家需要我的时候呢，我就抛头颅洒热血；当家里需要我的时候呢，那我就只好牺牲我个人的兴趣跟理想了。好啊，好啊，那你一定要帮我把秘方研究出来啊。OK。这是大妈做的，那就是你做的哦。怎么了？你们的好像少了一些香料哎。你怎么知道？我是属狗的，从小到大我的鼻子是最灵敏的。那也不是不可能的。为了拍到的画面中有一些被遮挡住了，所以我们一直在想，妈在里头到底放了什么？可是搞了老半天了，我们也摸不透哦。你看，我是有水准的吧？知道你厉害了，那你说说看，里头少了什么？我再闻一闻。哎，不要这么恶心啊！用汤匙。哦，
是阿三糕？不对啊，虾糕也不对。你说会不会是椰糖啊？因为妈的秘方带点甜味的。有可能哦。可是大姐说不可能啊，她说椰糖用来做甜品的。你在我们这个厨房怎么找也找不到有椰糖，所以大姐认为不可能。那也不一定啊。所谓秘方，就是调配人呢一定留几手不传之秘。那你想想看，如果把所有的材料都摆出来的话，那不是很容易偷学了？所以那些配料啊是不容易露面的。说的有道理，那我们试试看吧。可是现在这么晚了，哪里可以买到椰糖啊？明天再买好了。不行，现在距离重新营业才2天，时间很宝贵的，1分1秒都不可以浪费。我现在就去小贩中心跟卖甜品的人买。哎，嫂嫂，拜托你留下来啦！你肚子里面有龙肿哎，这种那么辛苦的工作跑来跑去的，我去就好啦。老板，你们的人参鸡汤是不是真材实料的？来，回来。怎么了？忘记关火了，吓死我了！还以为忘记关火。你的精神啊绷得太紧了。来，先坐下，先坐下。你呢，赶快把这个人参鸡汤给喝了，喝了之后呢，赶快去睡吧。椰糖买了吗？你放心，我买了，在这里。赶快把汤给喝了。我问过了，真材实料，没有味精，还没有加其他药材呢。谢谢，你这么体贴啊，难怪我听说你以前呢有很多女朋友的。还好啦，10个8个罢了。10个8个罢了啊！你也够花心的。我警告你啊，不可以对不起阿娇。哎，你这样讲就太不公平了。如果是他先对不起我呢？阿娇不会的。这很难讲啊。他现在啊见了世面了，认识的人呢也越来越多了。前几天呢，我还去他做工的地方看他。哇，我看见他英语啊讲得比我更流利耶。他现在啊可是今时不同往日了。阿娇本来就很聪明的。来，喝碗汤吧，我喝不完的。谢啦。所以啊，也许将来是他踢掉我，因为我没有公寓，我没有车，我没有卡，我没有现金，什么都没有。那你要好好努力啊，你也是时候该建立起自己的事业了。怎么了？你有眼屎。还好你不是我的客户啊。还有吗？没有啦。二嫂啊，你长得这么漂亮，像你们做 sales 的，是不是很容易被占便宜啊？怎么会啊？我又不是陪酒女郎。总是有些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？男人嘛，10之8九都是好色的，对吗？基本上呢，男人是人跟兽的混合体，还没有进化而已。那我们女人不是很可怜，整天啊跟你们这些半人半兽为伍。那你通常怎么应变呢？穿得密实一点呢，跟他们讲话呢就要一本正经，只谈公事不谈私事。对黄色笑话不要有任何反应，还有啊，不可以跟他们单独相处的。拜拜。你去哪里啊？我也是男人啊，那你现在不是跟我单独相处了？算了吧，我都不当你是男人。那你当我是什么？那你是狗啊？狗？哇，你太过分了！刚才是你自己说像狗的，我还是要你的鼻子的。开工吧。你刚才都已经累到睡着了。那我打了一下盹，喝了你的鸡汤，我精神100倍啊。开工啦。
婆，你自己一个人到了曼谷要小心一点哦。我知道了。啊，千万别为了省钱住那些廉价旅馆，很不安全的。爹啊，不如我不要去了。飞机票都买了，不去不是很浪费。放心吧，那2个小瓜我会看紧的。那最近朗朗老是吃灰，你要看他看紧一点啊。好。你不用送我了，你还是上楼睡多一会儿吧，哈。那好吧，自己小心点啊。顺顺利利。怎么样？还差一点点。Hello， 早。哎，二姐早。哇，你们2个怎么这么早啊？我们从昨天晚上到现在都还在研究酱料的秘方啊。啊？你昨晚真晚没有回去啊？哎呀，雅喜，那怎么行？你现在有生育的，怎么可以这样子熬？你现在看我的精神也很好啊。其实我也习惯了，有时候赶计划书啊，整个晚上都没有睡的。你要出国啊？哦，不是，我要去曼谷看看有什么商机吗？你也知道现在找工作不是那么容易的，倒不如去看看有什么生意可以做。那也好，如果你需要帮忙的话，你打个电话给我。啊，我会的。你等我一下，我送你去机场。哎，不用麻烦了，我已经叫了德士了。哎 ，sorry， 哎，我先走了，好好照顾二嫂啊。那你小心啊。拜，再见。Hello， 哎呀，我现在赶来了啦。好了，在飞机上见。OK， 拜拜。味道真的不行，试试你这一片吧。怎么样？你试一试，味道已经很接近了。有进步，快把配料跟成分打进电脑，要不然很快忘记的。OK， 妈，你先上去睡一下吧。不行啊，8点半还要见客户的，来不及了。手笨脚。我现在想起我昨晚没有冲凉啊，你鼻子这么灵敏，帮我闻一下，会不会有臭味？哦。有没有啊？哇，很臭啊！不是啊，我是说你是不是花仙子啊？昨天没有冲凉，又一整天站在厨房里面，还是很香哎。你要命啊！我是二嫂啊，你跟我口花花，我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帮你做好早餐了，吃一吃再走吧。你做早餐？怎么样，看不起我啊？本来啊是要做荷包蛋给你吃的，就哪知道一打蛋下去之后就破掉了，所以只好做这个 scramble egg。很不错啊，你真是让我另眼相看。不过赶着见客户，我来不及吃了。不差你1分钟时间啦！你不为你自己着想的话，起码为你龙总着想嘛。那我就替 baby 谢谢你这个叔叔啦。不过你记得告诉大姐我们研究的成果，我们还要多多努力。OK。哇！干什么？你有根白头发哎！你不要吓我，在哪里啊？快给我拔掉！哦，你不要动啊！啊！我真的老了。亲爱的，今天我要送你一句话，那是王尔德说的：快乐如钥匙，
具有治疗疾病的功效，所以，在我不在你身边的日子，你一定要快乐。佳琪，我也希望我会快乐。可是这些日子，每次睡到半夜就醒来，醒来后我就再也睡不着了。我就睁着眼想你到天明。当天一亮，我就告诉自己，我要暂时把你忘记，我要以轻松快乐的心情去迎接新的一天。那对我，对孩子，才是健康的。小姐，我想把它放大。好，没问题。但是，我是真的快乐吗？今天家福发现了我一根白头发，我惊叫了起来。可是现在我在想，如果我能快点老去也不错，那我就能早点离开这个世界，跟你在一起了。哎，你坐呢？哎呦，为什么不 check in 酒店，然后冲个凉再下来嘛？哎呀，人家肚子饿吗？好了，先叫东西吃了。2 fried rice。John 啊，待会我们是不是分房住啊？我没有听错吧？你以为我们是演这个孤男寡女啊？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想知道，你会对我做什么？我会对你做什么？当然是玩你了，白痴！喂，你怎么这样子说话的？不可以这样讲话吗？现在我不去演戏了，还要对你客气吗？请你放尊重一点啊 ，John。我现在尊重你喽，我让你住5星级的酒店啊，我给你钱，很多女人呢免费给我啊，我也看不上眼呢。可是我看那些八卦杂志，他说你是gay 啊。神经病！我是骗他的搞嘴队的嘞。我告诉你啊，我每一次出国我都玩女人的嘞。我还是专玩你这种良家妇女的。你怎么变成那么恐怖，好像另外一个人似的？哎呦，你不要装啦！你不一定要天真，以为我真的叫你来曼谷就是跟我吃饭吧？还有拜四面佛喽！你真幽默 ，love you。OK， 你是要钱吗？不是的 ，John， 我不是这个意思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我告诉你，其实我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人啊。你是什么人啊？我们可不可以分开2天住，然后培养一下感情？我有没有听错啊？培养感情啊 ？OK。如果培养不出感情怎么办？那如果没有感情，那就对不起了。大姐，你不是跟我做朋友培养感情，你现在是做鸡啊，明白吗？你总是记得我爱穿球鞋，你总是记得我爱吃泡面，你总是记得约会的地点，你总是记得公车我爱在左边，我总是忘记你不喜欢看恐怖片，我总是忘记你不喜欢咖啡太甜，我总是忘记相约的时间，我总是忘记公车你也爱在左边，亲爱的我真的不是欺骗，爱你的心相信日月可见，虽然我总是不够体贴，可无论快乐悲伤我总是第一时间与你体验，
亲爱的，请原谅我的随便，总是不经意问你的耳边。我知道我该浪漫一点，只希望你会发现我心深处对你满满的爱恋。